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古佑文。近期的時尚界劇烈震盪 ，Prada 完成收購 Versace， 但是創意總監居然閃辭了。英國時尚大獎揭曉，那個事業巔峰的男人毫無懸念的獲獎了。還有高貴的 Chanel 在紐約地鐵辦秀引發了全球熱議，而 Valentino 則被低質量的 AI 廣告反噬被罵爆了。這期的全球時尚要聞用10分鐘帶你快速掌握這些時尚大事。如果你也喜歡時尚與品牌相關的新聞與分析，歡迎現在就按讚訂閱這個頻道哦。首先，我們把目光聚焦在近期異動頻繁的 Versace。Prada 集團在2025年12月2日正式完成了對 Versace 的收購程序。這除了是意大利時尚界近年來最大規模的整併案之外，也意味着 Versace 未來的品牌定位、創意方向以及零售策略將以全新的方式被重新調整。這筆交易的最終成交金額約落在14億美元左右，這個數字乍聽起來是天價，但是呢 ，Capri Holdings 在2018年買下 Versace 的時候，可是花了21億美元呀。短短6年，價格蒸發了1/3以上，這幾乎是賠售式脫手。這種幅度的縮水，代表了品牌在疫情後的增長沒有達到預期，而且面臨巨大的商業壓力。而 Prada 集團在這次收購的動機其實非常具有侵略性。BOF 的創辦人在他的周信中就透露 ，Prada 是為了在 Miu Miu 爆炸性成功後，尋找一個新的平台來持續集團的成長曲線。簡言之，他們看中了 Versace 的品牌影響力，想複製 Miu Miu 帶來的那種極具侵略性的商業成功，為集團創造新的成長引擎。在這場收購的背後，其實也藏着 Prada 方面非常殘酷的判斷。Prada 集團的 CEO 最近在接受 BOF 專訪時，說了句很直白的話：穩定性非常重要。我們唯一不想發生的事情，就是在治癒病人的時候殺死了病人。這代表在 Prada 眼裡 ，Versace 已經是個病人了，需要立即進行外科手術。而手術的第一刀就砍在了創意總監 Dario Vitale 身上。併購完成後不到48小時，上任僅8個月，只為品牌發表過1季作品的創意總監 Dario Vitale 閃電宣布，將在12月12日離開品牌。官方聲明說，這是雙方共同的決定，但消息一出，立刻引發大量的揣測。首先，離任的時間點與併購緊密聯動，使得解讀變得更加敏感。Vitale 來自 Miu Miu 的背景，他上任後的首季系列試圖重整 Versace 的視覺語彙，讓品牌從極度性感轉向更內斂、更具有米蘭知識分子氣質。但這似乎與 Prada 集團希望的 Versace 成為一個 Miu Miu 式能夠快速的爆炸增長的商業平台願景出現了巨大的衝突。其次，這場人事地震也引出了更深層的家族權力議題。產業內部已經盛傳 ，Prada 似乎已經準備將家族繼承人 Lorenzo Bertelli 派駐到 Versace 擔任執行主席，確保品牌緊密執行集團的商業願景。這代表 Versace 將會被置於 Prada 家族的核心控制之下，徹底改變了原有的管理以及創意架構。像 Vitale 這種外部空降又試圖進行激進風格轉型的設計師，他的創意自由度自然會被視為集團邁向新商業節奏的阻礙。Vitale 本人是 Gianni Versace 的崇拜者，在他得知併購後的匯報體系與創意自由度可能將完全不同時，以共同決定結束合作，其實是對雙方都最體面的方式。當 Vitale 的去職已成定局，而且秋冬新作在2026的2月底，剩不到3個月就要展出了。現在最大的懸念就是，你覺得誰敢接這個燙手山芋呢？歡迎留言跟我討論你的想法哦。鏡頭轉到倫敦，剛在皇家亞伯特廳落幕的2025英國時尚大獎，今年的得獎名單非常值得玩味，基本上是一張未來3年的時尚權力地圖。首先，年度設計師大獎毫無懸念地頒給了 Jonathan Anderson。老實說，如果不是他，我反而會覺得奇怪。你看，他今年被升任成迪奧，包括男裝、女裝高定的全線創意總監，還要兼顧自己品牌 JW Anderson， 也沒有放掉與 Uniqlo 的合作系列。同時，從高定做到平價流行，這種品牌的跨度以及產出的密度，放眼時尚圈無人能及，獲獎實至名歸。但我更想花點時間聊聊另外2個獎項，因為它們代表了2種截然不同的傳承。第一個是獲得女裝設計師獎的 Sarah Burton，
英國時尚界對他感情非常深厚，他在 Alexander McQueen 從實習生做起，奉獻了超過25年。2024年被開源解職後，今年9月接下了 Givenchy 的創意總監一職，而 McQueen 在他的手裡達到了8.3億歐元的營收巔峰。他去職後不到2年，近期的營收崩盤到低於2億歐元，還要裁員20%。這個獎項在此時頒給他，不止意義非凡，還有些倫敦時尚界幫他平反出口怨氣的意味。另一個形成對比的則是獲得男裝設計師獎的 Grace Welsey-Bonner， 他不只是一位設計師，更像是一位文化人類學家，長期致力於將黑人文化、牙買加歷史以及英式的剪裁結合在一起。而在2個月前，他被 Hermès 任命為男裝創意總監，預計2027年發表首秀。這件事實在太重要了。愛馬仕作為奢侈品金字塔的頂端，讓一位擁有多元文化背景的年輕女性掌管愛馬仕的男裝，這在10年前是無法想象的事情。BFC 把這個獎頒給他，剛好與愛馬仕的任命形成了完美的呼應。這宣告了新時代的來臨，未來的男裝不再只是關於風格與剪裁，而是關於身份認同以及種族文化的對話。你對這3位設計師的獲獎有什麼想法呢？除了留言跟我討論，也別忘了訂閱這個頻道哦。接下來我們飛到紐約，聊聊近期討論度最高也備受爭議的一場秀 ——Chanel 的2025高級手工坊系列秀。這場秀為什麼重要？因為這是新任創意總監 Matteo Blasi 上任後的首場工坊大秀。他做了一個極具挑釁意味的決定，把象徵法國極致工藝的 Chanel 搬進了紐約下城略顯凌亂但真實又充滿地下文化的 Bowery 地鐵站。這種場地選擇是關於階級的宣言。Blasi 正用他最擅長的視覺欺瞞手法，重新定義當代的奢華。你在秀場上看到的不再是過去那種高不可攀的貴族套裝，而是充滿了高低混搭的文化碰撞。那件看起來像是路邊攤買的 I Love New York T 恤，其實近看是高密度的2片刺繡，而那些邊緣磨損看起來像是穿了好幾年的粗花呢外套，其實是手工坊精心計算過的日常化處理。這背後的商業邏輯非常清晰。Blasi 很清楚 Chanel 未來的金主不再是那些有司機接送的傳統貴婦，而是真的會衝進地鐵講求效率，在商場戰鬥的新貴階級。這群人需要的是行動力，而不是束縛。所以當模特穿着寬鬆牛仔褲，背着隨性的包包走入費雪月台上的時候， Chanel 釋放出了一個強烈的訊號。為了抓住美國這個成長的關鍵引擎，品牌願意從神壇走入地鐵，把極致的工藝變成每天都能穿出門的戰袍。這不是香奈兒變隨便了，而是他聽懂了現代女性的生活節奏。關於這場秀，我們也做了個深入分析，歡迎點選右上角的連結觀看哦。之前的全球時尚要聞，我們報道過，快時尚品牌開始在社群貼文中使用 AI 模特兒，而最近這股 AI 風潮也吹進了奢侈品牌。Valentino 為其新款的手袋在 IG 上發表了一則 AI 生成的廣告，引發了強烈的爭議與惡評。這爭議的起點，那是那些讓人看起來覺得怪異而且令人不安的視覺效果。Valentino 試圖採用一種超現實的藝術風格，結果卻變成了恐怖片。在這些圖像中，模特的身體與 Valentino 的標誌和手袋奇異地融合在一起。你看到模特兒從金色的手袋中鑽出，手臂變成了 logo 的形狀，或是一群人融合成萬花筒般的漩渦。許多網民惡毒的批評這些視覺效果是混亂的，讓人毛骨悚然的，甚至稱之為 AI 垃圾。但這場反彈的深度其實遠超過單純對美感的批判，它觸及了奢侈品牌最核心的價值衝突。大家想想看 ，Valentino 是一個依賴精緻工藝和高級定制傳統的時裝品牌，它的價值基礎是人類的創意和情感的敘事。批評者認為，在這個前提下，使用 AI 當影像制作的工具，而沒有加入強烈的人類創意，根本是一種便宜行事。當品牌選擇了機器的效率，而不是人類藝術的複雜性時，消費者會感覺到品牌對於人類真實創意與工藝的漠視。這讓 Valentino 不那麼人性化了，也削弱了其工匠精神的可信度。
更讓創意產業憤怒的是取代人類工作者的倫理問題。在攝影師、模特兒和造型師對 AI 取代日益憂慮的背景之下，Valentino 的做法被認為是漠視產業的憂慮。而許多人認為，一個廣告活動應該是展示創意的機會，而不是使用 AI 當工具。但創意的本身乏善可陳，讓觀眾覺得，你的誠意真的很不夠欸。最諷刺的是，即使 Valentino 在貼文中標明這是與數位藝術家合作的數位創意項目，並標示為 AI 生成的內容，這種透明度並沒有平息眾怒，反而讓批評的聲浪更加猛烈。因為這種公開的標注，更是確認了品牌是故意選擇了廉價與懶惰，而非誤用或是不小心。在 AI 日益強大的趨勢之下，時尚品牌使用 AI 生成當創作的工具之一，幾乎是無可避免的趨勢。但當工具變得簡單易用，創意的強度與內容是否合乎品牌的價值就變得更重要了。畢竟，對一個賣頂級工藝的奢侈品牌來說，一支廣告如果無法展現品牌的獨特以及稀有性，只剩下 AI 應用當噱頭，就有點本末倒置，豬不肥，肥到狗了吧？講白一點，使用 AI， 但是創意貧乏，傳遞的品牌訊息混亂，被罵翻也是剛好而已吧。你又怎麼看這次的4則時尚要聞呢？歡迎留言跟我討論你的想法哦。如果你喜歡這集的內容，歡迎現在就按讚熱推，還有很重要的訂閱我們的頻道。想支持我繼續製作時尚的分析，也可以透過 Buy Me a Coffee 贊助我喝杯咖啡，連結就在下方的說明欄。結尾還有我們其他影片的連結。我是有很酷古又文，我們下個影片見 ，See you next time，拜拜。